2012年，日本的新闻刊登了一份引发广大讨论的文章，标题是"以老公当作关键字来进行搜索"。这篇文章揭露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，就是当你在网络引擎中搜寻"老公"这个关键字时，最先出现的预测查询字串竟然是"去死"，而相对的输入"老婆"时出现的却是"礼物"等正面温馨的词汇，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这个现象呢，在网络上引发了强烈的讨论。文章也在最后提醒了所有的丈夫们，不要自以为我们家才不会这样，而是应该更加用心的经营与妻子的关系，否则有一天就会真的面临妻子去搜寻了这样子的关键字。欢迎来到标品书，我是不小王子。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啊，对于夫妻感情深厚，或是因为丈夫去世而濒临崩溃的妻子们来说，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，觉得会希望丈夫去死是一件无法置信的事情。然而，在现实中，有些妻子即使想离婚，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付诸实现。特别是在日本，抱持着只要老公一死，事情就能够完全解决的妻子，其实并不在少数。因此，即使时代在改变，但日本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制度依然延续着上一代遗传下来的问题。这些问题还往往集中体现在夫妻关系上，像是有些丈夫从来不愿意帮宝宝换尿布，或是愿意接送孩子去幼儿园上课，却不愿意调整加班时间接孩子回家。这些行为都会让妻子火冒三丈。男性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啊？但在妻子的日常生活中，这些小事累积起来，最终会让他萌生杀机。如果长期忽略这些问题，等到丈夫退休的时候，妻子的怨念有可能会化为复仇行动。所以这次的分享，我们就会从妻子的角度出发，深入探讨丈夫有哪些行为会让他们感受到无比的生气，来解释丈夫为什么会无法达成妻子的期望。最后，我们也会为这些丈夫提供该怎么样做的建议，来避免被妻子诅咒，好好维持相爱的关系。所以看到这里的夫妻或是未婚情侣们，千万不要急着点开，说不定你们会在这里找到一些共鸣。首先，关于夫妻之间的爱是怎么流失的，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出发，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。这个故事呢，开始在一个平凡的早晨，时间是上午7点半，地点是在东京都内的一间公寓。美幸小姐像平常一样在客厅忙碌着，但今天的气氛很紧张。她顶着乱糟糟的头发，边忙着喂3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吃早餐，一边焦急地看着时钟。距离她必须出门的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，而一切似乎都在和她作对。她心里计算着要赶在8点前出门，否则就会错过幼儿园的上课时间，也会迟到上班。然而3岁的儿子偏偏在这时候闹脾气，大喊着"我不想吃了"，然后跑去玩了。美幸深呼吸一口气，试图平静下来，用温柔的语气哄着儿子："不必全部吃完，没有关系，吃一点点就好了。来啊！"儿子终于吃了一口，他赶紧夸赞道："哇，你好棒哦！"接下来他还必须赶快帮孩子们换衣服。儿子虽然已经会自己换衣服，但一点也不合作。美幸要帮他换衣服时，儿子灵活地逃跑，躲在棉被里哈哈大笑。此刻，即使再天真可爱的孩子也变成了小恶魔。美幸忍住怒火，追着儿子跑。终于帮他换好衣服，轮到女儿时，儿子又喊着要上厕所，而女儿则打翻了牛奶，弄得满地都是。美幸无奈的叹息，眼角却瞥见丈夫躲在厨房里洗盘子、泡咖啡，全然无视这场家庭混战。美幸内心升起了杀夫的念头，觉得自己被忽视和无助。爸爸，你来一下！她喊道，丈夫却回应："等我一下下。"这温吞的回应让美幸的理智线瞬间断裂，她再也无法忍受，脱口而出："别闹了，去死了！"这句话一出，她感受到内心积压的情绪似乎释放了一些，但孩子看到妈妈这副模样，却都惊呆了。美幸是在日本典型的战后婴儿潮环境中长大，她一直向往着结婚生子，但是与上一代不同的是，她并没有在结婚之后持续工作，而是在广告公司继续上班。她非常的热爱这份工作，但同时还要负担着育儿的责任。回顾过去，80年代的日本，单亲家庭占据主流。根据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，1997年双薪家庭数量首次超过单薪家庭，并在之后持续增加。到了2014年，双薪家庭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单薪家庭。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变迁，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职场工作。这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压力使然，更多的是她们对工作的热爱与追求。可是即使如此，许多女性在面临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时，仍然感受到不堪重负。美幸的故事只是无数家庭的缩影，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工作，女性都承担了巨大的压力，却常常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帮助。即使在孩子生病需要请假时，也往往都是母亲承担了这些责任，而夫妻之间的爱就是因为这样子一点一滴的流失掉了。
说完了爱为什么会流失之后，我们接着再来说说另外一个故事，来谈谈女性面对的社会责任困境。故事的主角叫做聪子，她是一位职业妇女，同时也是一位母亲。在5年前，当聪子的工作量开始增加，比她丈夫晚回家时，夫妻之间的矛盾开始浮现，丈夫变得挑剔，彼此的关系变得疏离，就像在家里已经离婚了一样。聪子忍不住怀疑，难道丈夫是在嫉妒她的工作表现吗？虽然丈夫在职场上也很出色，甚至经常被派往国外出差，但聪子从未抱怨过她的工作。然而，当她的工作变得繁忙时，丈夫却变得难以相处。晚上10点以后，儿子常常还没有睡，丈夫故意让孩子们早早上床，以此来阻止他们和聪子接触。儿子悄悄地在被窝里发讯息：爸爸一直逼我们睡觉，我没办法见到妈妈，该怎么办呢？聪子忙了整整3个月。某天晚上9点50分，她终于回到家，发现家里一片漆黑，悄无声息。她啪的一声打开电灯，怒吼道：你干嘛这样？丈夫不服输的回嘴：我可是连一句报应的话都没说，默默忍了3个月耶。聪子反驳道：你这样说对吗？这7天来，我为了孩子请调到可以早点下班的部门，没有任何怨言，你指使你在工作上打拼，难道你完全没有看见我这7年的努力跟感受吗？每当孩子生病，总是聪子在请假陪伴。儿子在1岁半的时候染上肺病，需要住院1个月，也都是聪子在调整日程陪伴照顾。而丈夫总共只休息了2天，还说被上司骂了一顿，被要求不要在公司里一直提到孩子的事情。在这个社会，妻子、母亲、女性往往处在于不利的地位。明明男人也是家长，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育儿责任都落在女性身上？如果大家都选择沉默，这个社会又怎么会改变呢？为什么丈夫不愿意成为发声者？是不是时候到了该进行社会改革了？每当聪子这样想，就会觉得如果丈夫觉得娶到她是一种不幸，那就这样吧。之后，丈夫开始晚起床，2个人的寝室也分开了。遇到必须一起出门搭公车的时候，聪子甚至连坐在丈夫隔壁都觉得很痛苦。几个月后，丈夫突然表达心意：你爱我吗？还是恨我呢？我正在努力弥补我们的关系，你觉得我还需要做什么呢？虽然丈夫没有把话讲明，但聪子察觉到他的意思是想要恢复同房睡。聪子直接拒绝，说道：我明白你目前的努力，不过现阶段我还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。丈夫的种种行为让聪子觉得很傻眼。男人总觉得只要道歉改过就算和好，难不成以为这样彼此就能重回恩爱吗？女人可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敞开心房。聪子开始把丈夫当成同居人，这种想法让他们原本剑拔弩张的关系有所缓和，两人的感情不再热烈，也不至于冰冷。过去的1年里，他们甚至没有一起出门旅行。未来会怎么样呢？等孩子满20岁后，是不是就不需要和丈夫同住了呢？那时候我就55岁了呢。聪子考量到离婚还需要体力，她暂时不会想这么做。但即使如此，她也无法再和丈夫同房一起睡，更不用说将来照顾她的起居生活了。她只希望丈夫不要回来。而当聪子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状态，就把它当作是模拟离婚的练习。毕竟离婚后，什么事情也都必须要自己来嘛。也是因为这样下定决心了之后，聪子反而开始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。不过，也是因为这样近乎道德绑架的社会责任，让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和责任，而渐渐变得麻木。看到这里，或许会想这些故事只发生在双薪家庭吧？如果是在有钱人家当少奶奶，那就应该会好得很多吧？日子无忧无虑，专心带小孩就好。所以接下来的故事让我们走进一个看似完美的婚姻生活，却充满了压抑与无奈。米日香小姐呢，住在日本东京都内的一个黄金地段。她是一位全职主妇，生活中充满了名牌包包和华丽的服装。在外人看来，她是一个散发着幸福光芒的女性，即使只是倒垃圾，也要精心打扮一番。然而，这些外表的光鲜亮丽，却掩盖不了她内心的孤寂与压力。米日香的丈夫是一位在贸易公司任职的社会精英，事业有成，却忙碌的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，即便是周末，也常常因为工作或应酬而不在家。米日香曾经也是这家公司的一名内勤人员，在27岁那年，她与这位比自己大10岁、前途无量的男子结婚。当时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归宿，然而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的美好。丈夫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像对待一个佣人，家里只要有一点灰尘，就会用指腹摩擦，然后质问这是什么。米日香尽管感到不快，但想到自己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，便告诉自己要忍耐。米日香一直期待可以有个孩子，但丈夫却经常不在家，对生孩子的事情也不太积极。甚至当婆婆在催促着要抱孙的时候，丈夫也只当作没有听见。虽然米日香隐隐约约感觉到丈夫可能有外遇，但她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直到结婚7年之后，才终于有了孩子。不过女儿出生之后，情况有所改变，丈夫突然对教育非常热衷，从0岁开始便让女儿学习英文。
2岁开始学达克罗式音乐，3岁学钢琴与芭蕾。丈夫总是对照育儿书和网站的标准，当女儿的发展稍微落后的时候，他便会责怪明日香说：“你这个当妈的是怎么样啊？就没在工作，应该有大把的时间来教育小孩才对啊。”他甚至侮辱明日香的学历，说：“你只念到短期大学，女儿该不会像你一样脑袋不灵光吧？”尽管明日香对丈夫充满怨恨，但她只能道歉，假装反省，因为她害怕丈夫的高压态度，不敢表露真实的情绪。随着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发生，明日香变得越来越在意其他孩子的发展。她经常会在公园里打探与自己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，问他们是不是已经会写平假名或者是数字。明日香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她就是无法控制自己。她甚至会说出一些话，故意来挖苦别人的孩子，来提高自己女儿的优越感。回想起来，丈夫几乎不在家，她和女儿过着如同单亲家庭般的生活。她曾经想找个兼职工作来做，但丈夫却不答应。她坚持认为，在孩子满3岁前，母亲应该专心带孩子，也认为自己的收入足够支持家庭，甚至还会买昂贵的品牌服饰给明日香，却对生活费采取申请制，控制她的开支。即使是想和朋友共进午餐，或者给女儿买个玩具，都必须经过丈夫的同意。这让明日香虽然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内心却痛苦无比。她开始依赖名牌和化妆品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，内心不断冒出一个想法：如果丈夫死掉，那就好了。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讨厌这样子的生活，只有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候会得到些许的幸福感。丈夫对她说：“我让你3餐都不用再烦恼，还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你应该很幸福吧？”然而明日香心里却在咆哮：“如果不是我在家撑着，你怎么能安心工作呢？”全职主妇往往因为依赖丈夫的收入而感到自卑，默默忍受着一切。然而，他们所做的家务劳动其实也是有经济学上的无偿劳动价值。根据日本内阁府的统计，全职主妇每年所贡献的无偿劳动价值高达50兆日元，而这些劳动往往被忽视或是低估。明日香从未想过自己作为全职主妇的付出会被丈夫这样忽视和贬低，她感到喘不过气，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牢牢束缚在这段婚姻里，无法挣脱。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，明日香逐渐失去了人生的自主权，甚至萌生了让丈夫消失的念头。有许多女性在选择丈夫的时候，认为年长的男人比较成熟可靠，但现实却让她们非常失望。不过虽然失望，但她们还有项优势，就是年纪。最后一则故事让我们摆脱前面比较阴暗的结尾，来说说可以怎么样换个想法做出改变。叶子与老公都是美发师，原本共同努力赚钱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开店创业。然而新婚生活却充满了困难，他们住在没有卫浴设备的简陋房子里，生活拮据。叶子每个月只能从丈夫那里拿到2万日元的生活费，用来支付所有的日常开销。丈夫婚后更展现出了非常嚣张的态度，但叶子心想，既然都嫁了，那就忍耐吧。于是默默承受着这种压抑的婚姻生活。日复一日，叶子在美发店辛苦工作，下班回家还要张罗省钱的料理，但丈夫却经常不满，甚至发脾气。有一次，叶子做了4人份的炒青菜，自己在厨房忙着洗碗，等她回到餐桌时，发现整盘菜已经被丈夫吃光。她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我的那一份呢？”丈夫却冷冷地回应道：“啊，你也要吃肉？”这种言行让叶子感到无比的屈辱，生活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忍耐。6年后，他们终于存够钱买下一间房子，并将它当作发廊的店面。但开店后，丈夫却变得好吃懒做，看到客人上门，他就推给叶子，自己就悠闲地看着电视。叶子曾经考虑过离婚，但当时她的娘家并不支持，母亲更是直接说：“你别回来。”在那个年代，女人有家庭之后只能默默忍受，无论多么痛苦，都必须坚持下去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叶子在25岁时怀孕，但这并没有让丈夫变得更体贴。相反的，她开始频繁的夜不归宿，挥霍在酒店上的钱高达每个月40万日元。当叶子质问她时，丈夫冷冷的回答道：“那是我的钱，你有意见吗？”叶子无法反驳，只能在默默的忍耐。而当叶子积劳成疾的时候，丈夫的态度也很冷淡。她在38岁的时候得知自己罹患子宫颈癌，医师表示必须切除子宫进行治疗。那时候，丈夫却口无遮拦的说道：“没了子宫的话，那你就不是女人了耶。”这句话让叶子下定决心，在情感上与丈夫彻底切割。从那时起，她不再允许丈夫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丈夫开始出现退休后无所事事的状态，经常跟在叶子身后。然而，叶子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，她漠视了丈夫的存在，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。女儿也同样厌恶父亲，甚至在丈夫动手术时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以后就不是男人了耶。”这句话让叶子觉得非常痛快，仿佛女儿帮她出了口恶气。而叶子也在65岁后成为家中的主导者，丈夫反而成为她的抚养亲属。她对丈夫采取零用金制，刚开始1个月给5万日元，逐渐变为3万日元，如今则是1个月2万日元。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报复丈夫，无论他说什么，她都以“我听不见”来回应，并尽量避免跟丈夫正面接触。
最大的复仇计划呢，是等到丈夫去世后，将他的骨灰放在山手线的电车行李架上，让它成为一件无主的失物，被送交给警方，供奉于没有主人的灵骨塔。那万一丈夫陷入了生活无法自理的状态时，如果送到附近的养老院，每个月还要花费28万日元。叶子不想为这种人每个月付这么多钱，就想着那就把丈夫放在家里，让他自生自灭好了，一个星期最多帮他洗一次澡就好。光是这样想，她心里都觉得很痛快。到时候丈夫的骨灰坛就买最便宜的3000日元左右，也挑最便宜的火葬来进行。接着就是山手线列车了，不做到这一步，她绝不罢休。叶子的故事呢，让我们看到，在长期被压抑和忽视的婚姻中，累积的怨恨会怎么样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。尽管叶子最后没有选择离婚，但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控了生活，并找到了让自己快乐的方法。好的，一口气讲完了4个故事，不知道作为生在台湾的男生和女生，你们的感受是什么？这些故事都是比较极端的案例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投入到婚姻生活里，尤其是在育儿和家务方面。像是现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父亲已经不再少见，甚至穿上婴儿背带背着小宝宝出门的场景也非常常见。只是这个现象的背后，男性依然面临了职场和社会的压力和挑战。想象你在平日的路上看到一个男性背着孩子在路上逛街，有没有觉得这个男生好像失业了？而且虽然社会的环境有所改变，但职场上依然存在着许多深根蒂固的观念，影响男性参与家庭生活。即使有心想要分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，但男性本来就该全力拼事业的观念，还是让许多男人感觉到无力改变。许多日本男性每天都在无休止的加班中度过，甚至一个月的加班时数超过100小时。这样的工作量让他无法顾及家庭，即便想要帮助妻子分担育儿责任，也力不从心。许多母亲在生下第一胎后想要重返职场，但因为工作环境的不友善而被逼到离职，这对家庭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打击。尤其是当夫妻俩的收入是基于双薪模式来申请房贷的情况下，随着第二胎又到来，丈夫只能更加拼命工作，希望能够赚取更多收入来支付家庭开销。即便如此，许多丈夫仍然努力在周末抽出半天的时间带孩子去公园，想要给妻子一点喘息的空间。不过丈夫这样子的努力并不一定会得到妻子的谅解。妻子会觉得丈夫如果在当初可以调整一下工作的安排，自己就不至于会丢到工作啊。这样的认知常常会让夫妻之间出现裂痕，加深彼此的矛盾。许多男性是愿意来参与到家务的，但他的行为就达不到妻子的期待。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家庭责任和育儿并不是某一方的责任，而是家庭共同努力的成果。正确的做法呢，应该是丈夫要更积极参与家务，不仅让家庭更加和谐，也让自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这样的付出，最终才能换来家庭的和谐。理想的生活并不是一方全力以赴，另一方袖手旁观，而是要通过互相理解和合作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夫妻才能够建立真正和谐平等的关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不小品书，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够启发新的观点。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，也非常欢迎找来原书读读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